们通过就是这种参观呢，其实是有更多的思考，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种发现。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有人说呀，这个艺术品呢，它是没有国界的，没有阶级性的。其实不然啊。比如说有的人讲了，那你说一个大鼎啊，比如说这种青铜器的大鼎，或者是一个石雕，或者是埃及的这种木乃伊，它有什么阶级性？它有什么国界呀？但是当你把这些艺术品啊，比如说拿到博物馆或者换个地点方式来展示的时候，实际上它就体现了它的这种是有国界的，它是有属性的就是阶级的这个属性或者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边。我们就以就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就是大英博物馆为例来说明。比如说这个博物馆呢，在这个历史悠久上而言，那大英博物馆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它的这个最早的就是成立的时间呢，可以是追溯到1753年。那么当时呢，它是由英国的一位植物学家呀，或者是科学家呀，在临终的时候把它呢，就是自己个人的收藏呢，全都捐献给国家。这是当时大英博物馆的这个雏形，后来就建了大英博物馆。当然，就是英国政府它又通过远洋的这种探险，还有呢就是战争的手段，当然也包括一些就是收藏家的这个捐赠那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展品。到了它的展品呢，就是达到放不下的时候呢，它首先是在1824年，然后就把其中的美术展品，比如说就各种油画雕塑它就给移出去了。就是现在的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旁边的国家画廊，实际上呢就展了这些艺术品。那么到后期呢，又把这个就是自然界的这些珍贵的展品呢又移出去了，就成立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就是把这些比如说恐龙标本还有化石还有比如说这种就是天然的钻石的矿等等就移出去了，成立了自然博物馆。到了1973年的时候呢，又把它的这个图书馆部分就又和其他的图书馆呢合并形成了新的大英图书馆因为我们知道当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边的图书馆里边就是写的。当然现在这个图书馆呢已经搬迁了，就是我们讲合并了，现在成了一个新的设计。那么当年的时候呢，这里边的图书很多马克思就是在一个比较固定的位置在那里呢，就是参考其他的书籍，哲学的书籍、政治经济学的书籍来这个写作《资本论》。因为我当时问这个就是图书馆的这个介绍人员或者是管理人员，他说呢，为什么马克思老在那个地方写作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书籍呢，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哲学那他在那里写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写的。所以现在呢，在大英博物馆里边主要展示的是艺术品。那这些艺术品呢我们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通过参观也可以看到这些文物在很多的国家里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唯一嘛。那你现在把它拿到了这个英国，在这里展出，就是你自己国家最珍贵的文物，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看不到，而到外国，你到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你能够看到。比如说它的一层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有这个古埃及这样一些国家的珍贵的文物，比如说这个法老的雕像木乃伊和珍贵的这些纪念碑它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而在二层呢，主要是中国还有东方的一些文化那很多的文物都是绝品孤品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能都找不到了
啊，你看的都是复印件，而在他这里却是真品啊，就是真实的啊，唯一的啊这个艺术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通过你参观啊这样的展览，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但是你也可以带来相应的思考，就是这个艺术品实际上它是有阶级性的，它是有其他的属性的，它在不同的地点展示或者它摆放出来的啊这些解说词，摆放出来的这些展品，它要给你这个参观者带来的印象，或者是这个达到的这种宣传的效果是不同的。那么我们通过就是这种参观呢，其实是有更多的思考，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种发现。关于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